在你心目当中，好的这种年轻人的音乐，如果是你来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路径是最好的呢？年轻人我觉得应该做一些创新，创新我挺重要的，但是创新又要建立在一个基本审美上面。是的，我要是看到一些选手他玩的音乐并不是在创新民谣，而是在去玩我们20年前这些前辈们玩的民谣的话，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为什么不去听这些前辈们的音乐，我为什么要来听你的音乐呢？可能你旋律差不多，词的内容可能还没有他们好，然后我也没什么共鸣，就只是在听你模仿，对，明白了。然后标榜自己是个原创人，我觉得模仿阶段的人不能算是原创人。对，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些唱民谣的孩子，你就觉得哎呀，他觉得你就说民谣这样子的流行音乐的方式，会使中国音乐倒退20年，对吧？怎么说呢？其实民谣对我来说我是不排斥的，因为我自己的手机里面的音乐也有民谣，有超过一半的自己下载的音乐，有超过一半是民谣啊？是吗？我其实非常喜欢民谣。OK， 只是我听的民谣是很多元素的一种音乐，但是可能我们国人可能误会了民谣，可能以为我们平时听的那些民谣是，就是好的，它就是民谣。明白。但其实它只能说是中国是民谣，我们内地的乐坛自己创造了一种民谣，但这个民谣我们不能说它不好，它其实是好的，只是一直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一种而不去创新这种民谣的时候，那我会觉得那就没意义。它是20年前那些音乐家们，他们已经创造的东西，留给我们年轻人的东西，我们去学习了这些人，这些老师，我们向他学习，学习完之后，我们应该在他的基础上再去把它变得更好，变得比如说所谓的，就比如说中国式民谣，我们可以把这中国式民谣变得更有创新，明白，更有意思。你当年参加快乐男声的时候，你刚来的时候，和你最后拿冠军的时候，我觉得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吧？对吧？你还记得你看你当时刚来这是怎么想的吗？刚去比赛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自己莫名稀里糊涂的就去了，有一种边玩的心态吧，然后但确实比到后面的时候，尤其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份转换的那一刻开始，才心态上有所变化。是的，对，因为比赛之前都是素人，那素人的话其实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我比到后面的时候已经开始，那个坎儿应该是那个住进那个城堡里面的时候，那个集体宿舍的时候，就是说妈呀，我为什么参加这个比赛？就想退出嘛，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对，想退，后来没退也是就是因为所有的导演团队说服了我，然后我自己心态上也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从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可能即将要踏入这个行业了，那我要接受这个行业所给我带来的一切。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那我既然要接受这些不好的，可是我也要同样去享受它给我带来的好的。对，这一切我都要去接受它。对，那时候就想明白了。你记得那时候我还总决赛的那个前一天，你找我聊天，是，我还好像是我比赛比了那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说我想要拿冠军。对，第一次听你，我还挺惊讶的。对，之前一直都是怎么想的，随便都行，哎呀，能比一场是一场无所谓。对啊，对，直到最后一场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觉得可能做很多事情可能不光是为了自己吧。对。那你觉得是为了什么呢？有我当时的好兄弟，也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很多歌迷，他们支持我的人，就我觉得这些是会有一个，甚至不算是责任感，应该怎么使命感吧？对，很多人女生嘛，让自己这么多年都保持在一个很漂亮的状态上面。这个其实是很辛苦的，对，它是控制人性的一个东西，对，控制人性的东西，对，它其实很不自由了已经，但是他为了他的职业，他愿意付出这些，常年保持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人，他是
可想而知，他为了自己，其实是他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成为一个优质的人，他其实是很努力的。对，其实这个大家不要忽视这一点，对，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这都很重要。其实很多选手会只想着明星的光环，那他们有没有想过，成为明星之前，我可能不光是我的技术，我的音乐要进步，我的整个人的思想，包括我的形象，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跟着一起有改观。因为你未来是要成为公众人物的话，你需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正面的引导。对，大部分喜欢你的人可能都是年纪比你小的人，一定要有正面的引导去引导他们，我是这样认为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明星并不是你成为了明星才会有人爱你，而是有人爱你之后，你才能成为一个明星。所以，如果你反向思维来去思考这个所谓的明星光环的话，就是首先你要想，大家为什么要爱你？那你必须要让自己优秀，你要有你身上别人没有的东西。那我们是舞台工作者，那在舞台上你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舞台上耀眼的这个人？你说音乐向的这样的艺人，你觉得长得好看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看你做什么样的音乐。我一直觉得在舞台上唱一首歌，这个歌曲和台风和你的形象，形象指的是你的造型，你的穿着打扮，甚至多到你的体型，全部都是要一体的，一体化的。举个例子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胖的人，或者说他长得真的很不好看，他的穿着也不那么也不时尚，就是很朴素，对，很朴素的话，那他在台上他唱一首很劲爆的歌会很奇怪，但是他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唱一首很质朴的一首歌，是 OK 的，是会觉得好像挺对的，对。然后那如果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穿得非常的潮流，他的形象整个的造型很帅或者很漂亮，那他在台上唱一个很劲爆的歌，你就会很愿意看着他在台上耍帅。所以这个还是要根据音乐风格来定。对，传统中我们很回避说，哎呀，容貌不重要。但是实际上，在真正的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如果容貌好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你刚刚说的音乐能力，它一定是在做加分和占分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最近这半年忙啥呀？我之前在录别的节目，然后王牌那个是吧？王牌节目怎么样呢？感受如何？非常好，非常好啊。因为那个节目它很轻松，然后玩的也很开心。我也是因为去年下半年太精神状态不大好，我觉得得休息一下，就想让自己大脑放松一下，不用天天去想着太多，那个就是时刻让自己处于一个创作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时刻都在这个状态里面有点不太好，有点崩溃。对，我之前也犹豫，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蛮庆幸他们找我，也是我也当时也问了导演，就是说怎么想到会来找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有综艺感的人，然后他也是希望他本身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不需要我那么有综艺感，但他只需要我在才艺上面能够代表他这个王牌家族这个团体来去施展才艺部分嘛。才艺担当。你稍微尝一下。这里是5，星就粉色的。今年的明日之子冠军会是什么样子？你期待会是什么一个样子？明日之子前2季的冠军，其实我觉得还是 OK 的。今年毛毛也会参加明日之子嘛？他去年还做了 MC， 比如说毛毛这2年的音乐，从他出道也2年了，从你。又是明日的新推官，到今天你怎么看毛不易呢？我觉得他在某一块领域，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天才，我觉得他 hold 住了他的天分。对，所以这个是挺让人
很尊敬的，对，因为他确实在词这一块的这个能力和他词跟音乐的那个融合度，我觉得这个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这个很难用技术去分析，其实就是有人天生有这个能力，天生有这个能力，是吧？这个其实很难的。其实明日之子最终选出来的人，他都是很独特的，是的，对，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是的，基本上呢，你很难挑出第二个跟他一样，不太可能，或者哪怕一点点相像都很难。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蛮喜欢的一个主题吧。对，所以其实今年我也一样是希望有这么一个人很特别的人，对，出现。对，从出道到现在6年时间，你接受现在你这样的一个身份吗？我接受，我非常接受我的身份。我是觉得，其实我在做的事情一直都还是围绕着我的真正热爱的东西。我没有去为了自己的音乐或怎么样去做任何妥协。对，其实还挺任性的。但我是觉得，如果我一个20多岁的人，我不去做我想做的，那我等到了老了40岁、50岁之后，我有孩子的时候，我都没办法跟他讲我年轻时候做过那么风光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那我会后悔。一直走到中国音乐市场上的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位置，就是别人觉得哎呀，华华已经他太顺了，对吧？那你在这6年，你自己觉得其实从一个 solo 走过来一个人，觉得你这6年有那种内心深处的那种迷茫的时候吗？我在事业上其实没有迷茫过。对，因为可能就像很多人说的，花的运气还蛮好。我自己也觉得我运气蛮好，但我很接受我的运气。就是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过很多的有好的机会。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是去争取来的，自己争取来的机会。有一些机会是别人给你的。但是这些机会，当这些机会到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握得住它，这个是需要你自身的能力。对，当很多的机会和运气到我身上来的时候，我没有胆怯它。对，我是去努力的去把这个机会去把握住，去做好。所以我其实没有太迷茫，因为我时刻都在去准备着和去学习。这2年很多这样的音乐选秀就出现了很多流量明星，动辄都是什么几千万的粉丝，或者是发一条微博上100万加的转评赞，然后也有很多什么商业代言什么。你会对这种流量和正当红有危机感吗？会有惶恐感吗？我没有，完全没有。我有什么危机感？我是觉得，我是靠专业吃饭的。对，我是靠自己的，在音乐领域上，我自己有一个手艺人，强大的功底。对，所以我是怎么说，在专业上我自己其实很自信，我非常认可我自己。在专业领域上，对，所以我是一点都不会去有任何会拿自己去跟人比较的一个状态。对，对，明白。所以无所谓。太无所谓了。OK。因为我跟很多我圈内的朋友有时候也会聊天，他们就是可能在一起聊的都是一些关于市场的话题，关于一些演出啊，市场定位啊，包括自己的个人定位、风格啊，就是不断的再去研究这些东西，相互交流。那我其实在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就是个人的。因为就是与其天天考虑这些，还不如赶紧把自个儿的事儿做好了，还不如去想去把自己的那个技术精进一下。每天想怎么营销自己，还不如去提高自己的技术。然后当自己的业务能力变强的时候，别人自然就看到了。对。